各位，好久不见啦！那今天这一部影片呢，我终于可以来一点有好久没有的健行啦。那为什么会是强调是一点呢？那是因为这不是一个什么多伟大的健行，不是什么百岳纵走啊，什么不是，这就只是一个很简单小小的郊山而已。比较跟伟大扯得上边的地方，大概就是我背包背比较重而已，背比较多东西而已。那为什么我会背这么重呢？答案也很简单，那就是因为我是准备来这边过夜啦。那今天我要爬的这一座山是在屏东一座叫做德文山的一座小郊山。那这座郊山其实算是屏东蛮热门，应该算是蛮知名，假日的时候都会有不少人，就不少山友来爬的一座山。那或许你会问，那为什么像这样的郊山，我也要在上面过夜？关于这点，我的回答很简单，因为这样我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能够在山上拍照，我有更多的时间可以留给我的风景摄影。这也是我一直以来我的摄影的一个策略之一。那虽然说这样可能会变成我得要在山上，可能要带比较多的食物，可能要带比较多的装备，但是只要是有办法让自己有更多的机会拍到满意的照片，对我而言，这其实都算是值得的一件事情。那么现在时间其实已经有点晚了，我希望我可以赶在日落之前，我会上到零线上面去捕捉剩下可能最后一点点的光线。所以我想，我们就零线上见喽。有一点失望，但是又不是那么意外的是，看来今天的水汽可能是多了一点，就是云层高度比较低啦，看起来是低云已经笼罩了对面的山头，然后四周的景物也是有一层薄薄的水汽还是雾气笼罩在整个景物里面，稍微有点可惜。看来今天是拍不到漂亮的日落啦。不过这也是屏东这一带的山区，或者说是台湾的山区，就都会有的一个蛮特别的一个特性，就是说到下午的时候，就会开始聚集比较多的雾气。那山的景色常常就是可能就会开始是白墙一片了，尤其是在冬天的时候，这个现象就会更明显。啊，如果说在海拔比较高的地方，可能运气好一点，因为就可以看到云海，就是下面的雾气就变成云海，水汽多的时候。那如果说像在我这个海拔的话，那可能就是云海的高度不够低，比较高一点，或者说应该说云层的高度不够低，高一点的时候，那你当然就是身在雾气之中啦。当然，这是我自己经验的总结啦，所以说如果我有讲错的话，也欢迎大家可以在下面指正。那我想现在我可能在这里休息一下，然后思考一下有没有什么其他值得拍摄的。如果没有的话，现在天色也已经开始暗了，可能就要往后去找地方扎营啦。现在天色已经很暗了，我不知道你们那边看不看得出来。我发现对面有一个景象稍微吸引到了我，它不是一个什么多史诗、多漂亮的一个景色，它就是一个因为对面是神山部落，那神山部落呢上面可以看到应该是教堂，他们有一个很大的就是圣诞星的十字架，不是十字架，不好意思，就是一个星星啦，有一个星星的 LED 这样子。我这样远远的看过去，看到它一直在对面的山腰上闪烁，
然后远方呢，颈部山跟雾头山两座山的山头刚刚好，因为云层好像有点飘开了，所以露出一点点的山头。颈部山露出它的山头，那雾头山有一半还是被云雾给遮住的。我觉得这个景象呢，神山部落的灯火跟雾头山还有颈部山两座山就是相映成趣，就是蛮有趣的一个景象。那我没有用任何的滤镜，就只是很简单的拍摄而已。然后因为现在天色已经很暗了，所以我用了比较长的曝光，我用了2秒的曝光，不对，跟着5秒的曝光 ，ISO 100 F9， 快门5秒，确定一下有没有对焦到。OK， 就是一张很极简、很安静的相片。好舒服的一个傍晚。我觉得有时候摄影就是这样，就算没有拍到漂亮的风景，就像在山里面、在大自然里面放松，其实也是一件非常舒服的事情。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我会爱上风景摄影，为什么我会爱上爬山吧。就是即便没有拍到好的照片，但是你还是可以很享受那个过程。我不知道有没有人都会觉得我每次吃的东西看起来都非常无聊，看起来都非常的不好吃。我就是每次可能就是吃个什么泡面啊，吃个什么超商的面包啊什么，就这样就解决了。那因为我其实不是一个很重吃的人啊，所以在爬山还有露营的时候，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东西其实不是吃，所以我吃的东西就相对很简便了。我不晓得有没有人有从我的影片看出来，就是我的户外的风格是轻量化，这也是为什么我吃的东西其实都很简单，就是因为对我来说，其实我在乎的其实是风景，所以我希望把我背包里面的重量，就是尽量的分给我的摄影装备，然后尽量的背得更轻，让我有更多的体力去，就是上上下下到处跑，到处拍照，就算是我的一个爬山的一个逻辑吧，核心的逻辑吧。话说回来，最重要的摄影，我现在正在看明天清晨时候的云况。哇，看起来不是非常的如想象中的期待啊！我现在所在的山地门这一带，看起来明天大概都会是笼罩在低云里面。那低云换算成我现在的海拔的话，我恐怕就是在雾气里面的。那如果切换成中云跟高云，也是一样，中云。大概有75%的中云，那切换到高云，虽然高云的情况看起来还不错，会有不少高云可能会被染红，但是问题是，如果就已经被中云跟低云遮住的话，那基本上什么都看不到了。不过没关系，不到明天都还很难说，就期待有奇迹出现啦。
看得到我脸上的笑容吗？哇，这完全超乎我的期待哇！这个景富山后面的云层，虽然高度不是很高，但是呢，它的下面就是还是透出了一定的空间。那这个其实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云层的分布，就是这应该算是中云吧，中云就是中云的高度不算是非常的高，但也不会太低，所以刚刚好就可以遮住一部分的天空，让天空上面是有云的层次的啊，云的下面露出来的部分则是被天空给染成金色的。那在刚刚烧烤之前呢，阳光的光线还是比较偏红，那个画面比现在还要来得更梦幻，哇，这真的是超级漂亮的。那我现在就是要等待太阳出来的时候，我希望从东边太阳出来的时候可以露出一点点，或许就是一点点金色的太阳，可能从山头后面这样子照出来，这样子。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就是在山上看到这样子的日出的景色了，哇！OK， 现在是日出过后，大概4到5分钟左右。那在刚刚日出的瞬间呢，云层的底层有稍微一点点被日出染成红色的，但是因为那个被阳光染成红色的范围实在是太小了，所以我就没有再另外去捕捉。那我现在要做的就是再等一段时间，希望待会太阳的角度可以再高一些，高过远方比较低的云层，然后呢被夹在就是中云跟那边低云的之间，可以露出就是金色的阳光了，然后照亮前面的溪谷，就是我刚刚讲的。不过现在看起来，远方尽头的云层的高度正在慢慢的升高，所以，哇，这个就很难说了，只好继续在心里祈祷咯。出来了，哇！可以看到东边，就是群山之间比较低的地方，有一层薄薄的雾气。然后这一层雾气呢，已经被升起来阳光给照亮了，阳光斜射照下来，然后把前面那一层雾气给照成金黄色。比较靠近我更低一点的地方，就是下面的德莱公园那边，也是一样，就是前面的雾气全部都已经被阳光给照成金色了。但是我尝试一下，我比较想要拍摄就是远一点的地方，用比较长的焦距去拍出比较干净的画面。因为呢，如果再拍到前面的德莱公园，我觉得可能会有点显得比较乱一点，所以我会先尝试拍比较远的位置。我改变主意了，因为我发现如果用德莱公园当前景的话，可以让我的画面的层次更丰富，所以我决定连德莱公园也拍下去。所以我现在使用了45的焦距，大概45迷你的焦距来去拍摄。然后我的画面中呢，就是把德莱公园当作是我的前景。那现在斜射的阳光照亮了雾气，还有照亮山间的这些景色，为我的画面带来非常多就是很丰富的光线的层次，让整个原本看起来比较就是单调的画面，现在看起来是非常丰富，好像整个山都活了起来的感觉，真的是非常的漂亮。OK，ISO 100 F9， 快门1/15秒。太漂亮了。
人家1天的路程，我走了2天呐、真的是非常的颓废呢。但也是因为这样，我才有办法在今天早上看到这么漂亮的日出的风景，我觉得算是值得了哦。而且就这样，在这个地方这么漂亮的树林里面睡了1个晚上，真的是觉得全身都放松了。说实在，这一趟原本在出发之前，我是对能拍到漂亮的照片不抱太大希望，因为原本看着气象预报，就是觉得大概不会有什么好风景，大概都会在云层里面。结果呢，今天哇，还真的是出乎我的意料了。像这种时候，对任何一个喜欢风景摄影的人来说，绝对都是一个最珍贵的礼物。我差不多也快要把我早餐吃完了，那到底吃完之后，我就会把我的装备收一收，就撤帐，然后就赶快往三角点过去，要不然现在已经越来越多的山友过来，每一个上来的山友经过这里都要围观我一下，实在是有点害羞啊。刚刚还有一团大概10几个人的山友经过，然后就全部人围在这里，我就觉得我自己很像是在温室里面的动物。这个早晨简直是完美到不能再完美，朦胧的雾气，戏剧般的光线，更重要的是，在这个美景里，除了我和我的相机，德文山上一个人也没有，一个人也没有，至少到刚才为止。宁静的早晨似乎到此为止了，德文山上等着我的将是一座五彩缤纷、人声鼎沸的菜市场。别用那种眼神看我，我没有任何怨言。这本就是这座美丽山峰假日的经典模样。只是对无法在这么多目光下自在拍片的我来说，面对接下来的情况，就得想点办法解决了。OK， 原谅我，这是我当下想到最好的方法了。用比手画脚总还是比众目睽睽下对着相机说话要来得更不羞耻一点吧。身边人太多了，所以请原谅我用比手画脚的方式，不然我觉得在这么多人面前有点太羞耻了。总之呢，我现在面对的是眼前高耸的景步山，从我眼前看过去，可以看到几乎是270度环绕的壮丽景色，视线尽头还能看到坐落在山腰上的神山部落。然而厚重的云层几乎挡住了景步山后方的景色，也藏住了更后方高耸的北大武山。而在接近中午的强烈阳光照射下，山谷间的水汽被照亮，使得整个景色的对比大幅降低。我必须设法找到适合的角落来做构图，所以我使用了70 mini 的焦距，将画面限缩在较狭小的范围，并在嶙峋的山壁上寻找景色中对比较强、被阳光照亮的部分。我选择了一处山间的凹口来做构图，凹口上可以看见厚重的云瀑正缓缓地翻越山岭，而凹口下方的山腰上正巧一处被阳光照亮的凸起，用来作为视觉焦点是再适合不过了。我使用了一片减视挡光的减光镜和一片渐层镜，用来延长快门时间，强化云层的流动感，同时也降低云层与山之间的明暗对比。ISO 100 F11 快门15秒。好啦，比手画脚猜完了，来看照片吧。你的手对上，对，啊，要遮住脸。哎，好，真的要上来，真的。不同拍照，不同拍照哦。当然飞上来了。对啊，哎，你拿牌子拿上来。
哇，今天真的是太过瘾了！早上那个光线真的，我觉得只能用疯狂来形容。虽然说上午在三角点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但是我觉得光是看那个风景，我还是觉得也就已经是够满足了。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为什么我会这么喜欢风景摄影吧，就是当那一刹那出现的时候，你所有的烦恼就好像消失了一样，你唯一脑袋当下只会想到的只有想要尽可能去捕捉这个景色。那即便就算没有人可以分享，就算是自己看自己欣赏，也是够满足了。哎呦，那么这部影片我想就到这边了。哦，忘了讲到德文山这个地方，另外一点让我觉得最喜欢的地方就是它一下山旁边就有很棒的咖啡可以喝，就是很有名的德文咖啡。那待会我收完装备之后，我就要过去那个德文咖啡点点东西，吃个下午茶，然后就结束今天的行程啦。好，那我想这部影片就到这里啦，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